大家好，我是末端，欢迎来到科技梦星语。这期我们主要讲的是 Manas AI， 和 OpenCloud 一样，它也是一个 AI 自动的智能助手。它是邀请制的，或者你可以直接花钱买进来，突然得到了一个邀请，因此想试一试。Manas 就像《山海经》里的酸雨，酸雨是《山海经》里的卷王啊，4翼6目3足，现身则亦有恐。Manas AI 就是数字版的酸雨，4翼并拔查资料，6目紧盯需求，3足稳如老狗。酸雨爱自呼其名， Manas 爱发通知，搞定了。最神的是见则其意有恐，酸雨让古人怕天灾， Manas 让你家的猫怀疑你被夺舍了。铲屎官怎么突然这么勤快？用了 Manas 多眼多手，近乎开挂。他不吃人，只吃代办清单，专治各种拖延症。免费版的话，自身执行速度有点慢，而且它每天都有使用次数的限制，但它确实是真 AI 助理。Manas 是邀请制的，要么付订阅费，要么受邀请。我已经有一个账号了，因此我就直接 login 好了，我们再进去看。我会把邀请链接直接分享出来，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。登录好以后就是这样，它和大部分的 AI 在线工具是差不多的。旁边是这样的一些功能，中间就是主要的聊天的窗口。它不仅可以在线使用，它也可以下载作为一个 App 在你本地使用。首先在设置里面点一下语言改成中文，它当然还有用手机控制 Manas 的能力，但是我们这一期主要测试的是它主界面的能力。关掉设置，现在语言就是中文了。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就是一个免费的计划，它能制作的东西很多，有幻灯片、网站、桌面应用设计，点一下更多。你还可以看到它这里包括音频、视频、定时任务、电子表格，它都可以做，几乎就是办公自动化全家桶了。它还可以和其他软件一起协作。它的邀请链接在哪里呢？邀请链接就是这个，使用邀请链接，你我都能得到500个积分。点一下邀请链接，点一下复制链接，我会把邀请链接放到描述区，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看一看。关掉，我们来直接看一下 Manas 实际测评的能力。首先作为一个 AI 自动化智能体，它首先就应该拥有分析问题、计划问题、拆解问题的能力。在我的提示词里，你明显可以看到我是把2个事情揉在了一个问题里面，这就是为了测试它的分析问题的能力、拆解问题的能力和计划问题的能力。点击发送，这样它就开始了。但是因为是免费版，它的整个过程会比较慢。执行了一下，它会要求说尽量要使用 1.6 Max 进行构建，但是这个不是免费的。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知道我视频主打的是不花钱，因此我会选择仍然尝试 Lite， 因为 Manas 1.6 Lite 是一个免费的模型，它依旧可以继续执行。在这里看到它可以进行逐步的深入调研，甚至连像儿童疫苗接种这种要求都会被考虑。右侧这边正在构建网站，很可能是因为我希望它做的这个计划攻略有一个明确的地图，所以它用生成网站的形式来回答这个东西。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它是详细的自动进行了分步进行设计和执行的，一共分成6个步骤，已经执行到第2个步骤了。当然我这个问题比较大，不知道在免费额度里面能不能完成。好，可以看到它跳转到第3个步骤了。我会把邀请链接放到描述区，这样你我都能得500个积分。免费计划的话基本就是靠积分活着，大约是13分钟左右，它整个结果就出来了。它首先是分析了内容的核心要求，然后是分段逐步执行的，每一个阶段执行完以后还会回头确认一下。因为我要求这一次的任务里要有详细的地图攻略，所以他不仅做了地图攻略，还做了一个网页给我。当然你还可以进一步要求制作以下这些东西，就比如说儿童活动手册、成人旅行手册、完整项目总结与交付清单。另外你还可以让它保存整个网页啊。最后是交付成果，它会详细的告诉你交付了什么东西。这个地图攻略的网页呢，它也有2个版本，一个是浏览器版的，一个是移动手机端的版本。
而且其实还蛮详细的，它是分天的，每一天都会有去哪里，预算是多少，其实是蛮详细的。另外它是有地图的，就是说它真的会有一个地图来指导你怎样进行旅行。当然了，这里还会有预算，以及到底预算花到哪里去。最后是查看动物的清单，如果你已经观察了这个动物，你还可以打个勾，然后进度就会向前进一个，全部看完了就应该全部打勾，这样它列出来的主要的需要看的动物就全部看完了，连鸵鸟都看了。隐藏动物，那既然 Manas 是一个自动化的 AI 助理，我们就看看它能不能把它自己做这个网页直接在我本地浏览器打开，也就是它有没有控制浏览器的能力。点击发送，正在思考，稍等一下。稍等了一下，按 Manas 的讲法是页面已在浏览器中成功打开并演示。我想他可能说的是这个预览模式，但是我并不需要这个预览模式，我给他更清晰的指示，让他把他做好的这个东西下载下来，然后在本地浏览器中打开发送。它这个不仅能够自己下载啊，它也可以手动下载，在这里可以直接下载成 zip 文件。另外你也可以分享出去啊，把你的计划分享给其他人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点子。这其实是给团队工作使用的。这个发布是干嘛？换言之就是说，一旦发布在你自己这一条链接上，所有的人都能看见。那它和分享的区别是什么呢？分享是这样子的，要先发布然后才能分享，这个是设置啊。点一下设置，看了一下没什么用啊，至少目前没什么用。给了详细的命令之后，它确实是把东西复制到了桌面，然后给出了运行的方法，因为它没有办法自己给它打开，因为这不是一个纯 HTML 加 CSS 加JS 的结构，它实际上是一个前端和后端项目的合集，就是说它做的还挺复杂的。下载下来之后解压进去，就会看到这就是它的文档结构了。要运行起来也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，看一下这个 package.json， 快速看一下就可以了。它应该要使用的是 pnpm 进行安装。首先你进到这个文件夹里面，需要用 pnpm-i 把需要的这些依赖都装起来，然后如果你就是想直接看一下，就运行 pnpm-dev。如果你想看最终完整的结果，就 pnpm-build， 然后 pnpm-start。如果你只是想快速浏览一下，就 pnpm preview， 这样在本地就可以看到了。Manas 下载了他自己构建的这个网站，但是他没有办法自己打开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操作邮箱的能力，无论是管理邮箱、增删邮件，这些都是比较繁琐的一些任务。Manas 这样一个 AI 智能助手就应该很擅长于这种任务，当然也许可能需要授权。我们给一个提示词，让它去清理这个邮箱里面所有我不希望的邮件，点击发送。因为身份验证的问题，它是不能执行这个操作的，但是它给出了建议应该怎么操作。既然有授权的问题，它阻止的也算合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搜索实时数据的能力。我这个例子主要就是让它分析一下特斯拉股票，然后以网页的形式，以酷炫的风格进行回复啊。点击发送，在这里可以看到它确实是做实时数据分析的，因为我今天就是4月5号啊。你在这里点一下，可以看到它整个运行的过程。稍等一下，等结果出来了再继续。很快股票分析就已经做完了，它这里列出了很多详细的信息。总而言之，它是给出了投资的建议啊。当然这种投资建议基本就是听听就好了。这个是它做出来的代码，你点一下就可以打开。这个是预览，这个是源代码。我们看一下它的基准的预览，主要也是一些数据啊。关掉。我们看一下它能不能把它自己做这个股票分析的网页变成 PPT， 点击发送。这个任务应该很快啊，你也可以打开这个小窗口查看它的进度啊。关掉，很不错，很快就能够生成所需的 PPT 啊。而且你可以看到，其实它做的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。
还有动态的效果。 Manas 免费用户的话，每天是300个积分，能用的模型只能是 Manas 1.6 Lite， 每个月最多消耗1500积分，新注册用户奖励是1000积分，一次只能执行1个任务，最多定时任务能设2个。可用的模式只能是聊天模式或者是 Agent 模式，模型依旧只能是 Manas 1.6 Lite， 积分过期是不累积不转结的。对于非氪金用户的话，最好还是要看一下。这期主要是测评一下 Manas。首先看了它分析问题、拆解问题、进行规划计划的能力，这个能力可以说是比较不错的。然后看了一下它操纵浏览器的能力，应该说它具有基本的操作浏览器的能力，但是对于复杂浏览器操作并不是特别的完整，而且它操作浏览器主要是在它自己的虚拟电脑里。他自己有一个 Manas 的乌班图的虚拟机，当然我们前面也看到他制作网站的能力是很强的。接下来看了他操作邮箱的能力，因为要管理邮箱账户，所以这个能力是被限制的。然后看了他实时抓取实时信息并分析实时信息，做出总结反馈的能力，这个能力应该说还是挺不错的，所有的信息都是实时的，而且做出的反应很快。然后看了一下他做 PPT 的能力，这做 PPT 的能力他是直接用 Python 做的，整体看上去也是相当不错，而且还具有动态的效果。这就是这期对 Manas 的主要的测评，我会把邀请链接放在描述区，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试一试，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，谢谢。